Hello，大家好。今天我要熟成的鱼是野生的加治鱼，就是胡椒鲷。这尾鱼呢2.7公斤重。那我今天呢特地保留了鱼鳞，我想要试试看呢，熟成的时候保留鱼鳞，它的效果会是怎么样的？好，一开始呢一样，我们在鱼鳃的地方先刺一个小洞，大小呢刚好能够塞进橘色的水管的大小就可以了。那也不要刺得太用力，你不能刺穿这个鱼鳃，刺穿了鱼体它就不密闭了。好，差不多就是这个手指的大小就可以了。那尾巴的部分呢，我们就一刀把脊椎切断，主要是要能够露出血管，尽量保持鱼皮，不要全部都切断。有一点闭塞，我把它切断了。好，没有关系。我们看一下，在我大拇指前端这个地方就是血管，我们水就是从这边灌进去的。然后在脊椎的上方看到一个小小的洞，这就是神经。如果做神经角的话，钢线就是从这边出来。好，我们现在来放血。先从尾部的地方，把刚那个血管的地方呢，把水灌进去，然后血就会从鳃的那一端排出来，因为从我们刚刚开的那个孔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血是鲜红色的，流出来的血块也不多，代表这个鱼是很新鲜的。如果今天要熟成整条鱼的话呢，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放血。这种放血的方式是日本的一位金本先生首创的，他有 YouTube， 他也有出书，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看看。那如果你没有放血的话，你在熟成的时候，鱼体就会泡在血水里面，这样子你切开鱼的时候，整个都会有腥味。还有另外一种放血的方式是把整条鱼泡在冰水里面。但那样的方式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你还要有一个大的保丽龙盒，然后你还要很多冰块来维持水的低温。那样的方式呢，不适合一般家庭来做。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样的放血方式是很适合我们家庭来做的。接着呢，我们就从鱼鳃的这一侧把橘色的水管塞进你刚刚刺出来的那个洞里，这个位置差不多是心脏的前端，然后平行于整个脊椎骨。血呢会慢慢的流出来，它会有一点渗漏。那你水如果开的大一点呢，它整个血会喷出来。大家注意看它那个尾巴的部分。好，这个地方就是血有流出来了。那这个动作呢，前后我各会反复做个2-3次，因为有时候它身体里面有一些血块，它会堵住哦，所以你多做个几次，主要是确保这个身体里面的细小的血管里面的血都有排出来。那很多人对于在家里面处理鱼呢，感觉到很困难，主要是因为善后要花很多时间血会流到处都是啦，鱼鳞会喷到墙壁上或地上所以我处理鱼的动作尽量都比较小，我的水也没有开得很大，那我弄脏的区域都维持在水槽里面，这样子我们处理完之后就能快速的清洁厨房。那降低你在家里面处理鱼的麻烦。好，我们反复的多做几遍，然后把水尽量的沥干。那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忘记先剪掉鱼鳍了，所以鱼鳍我们还是要把它剪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鱼鳍超尖，哇，这个刺到不是开玩笑了。那其他的地方我们也都顺便把它剪了。那很多鱼啊，在下面这个鳍的部分，尾巴这个鳍的部分，会有一只短短但是非常锐利的刺，就像这样，这要很小心，一定要剪掉。好，下一步我们来去除鱼鳃跟开肚哦。鱼鳃就沿着它这个鳃的圆弧形，慢慢的往下割。然后到了最下端的时候呢，我们的刀尖就稍微这样子往下面压一点，然后就把它的那个下巴跟头分开来。接着我们割另外一边的鳃。那想说，刚不是放过血吗？怎么血这么多？因为鳃啊，它里面是吸饱血的，所以你除非把它割掉，不然还是会有一些血从鱼鳃的地方渗出来。好，鱼肚开完了，慢慢的往下，然后到下巴这个三角骨的部分啊，要稍微用点力，鱼要扶好，不然容易割到自己。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粉红色的部分就是脂肪，然后内脏呢是被包在这个脂肪里面。那这个脂肪超多，代表这个鱼很肥，所以说冬天就是一个吃鱼的好季节，冬天的鱼是最肥美的。好，我们检查一下有没有虫，稍微捏一下。这个动作呢要养成习惯，如果你要做生鱼片的话。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取下鱼鳃。鱼鳃有2个连接点嘛，靠鱼头下面前端的这个位置，通常我就是用剪刀把它剪断，这样子很轻松。然后接近上颚的这个连接点呢，我们就这样抓着它，然后你就左右旋转一下，边往外拉，然后稍微旋转一下，好，很轻松，鱼鳃就转下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清洁了。就是用你的刀把它腹部的膜都割开来，然后如果还有一些脂肪的话，把它拉掉。然后还是会有一些血块啊，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奇怪，刚刚不是已经放血了吗？开肚以后还有这么多血呢？那这些血主要就是你刚刚在放血的时候用水把它全部都逼迫到这个肚子的部分，然后这边有一些凝固的血块把它挡在这里，所以说你这时候肚子打开以后，你要把它都刮干净，然后你也可以用刷子去刷它。你刷的很用力没有关系，因为在它那个腹股的下面是脊椎骨。然后刚割完一层割的不够，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脊椎骨嘛，所以我们再把第2层腹股也把它割开来。然后你看到很多那个血块还持续流。你看到这影片的过程当中哦，那个琉璃海的旁边水都不会喷出去，然后血也不会喷出去，因为就是你的水不要开太大。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保持你的地板跟琉璃台都非常干净。这样子你善后起来就会比较快速，很方便。好，这个血全部都要刮掉。反正就是洗得越干净越好就对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全部都是油，这鱼真的很肥，我感觉一定会很好吃。好，接着我们就把鱼都擦干，内外都要擦干，尤其是肚子里面的部分哦，肚子里面要多擦几遍，尽可能把所有的血啊都擦干净。好，我们在包裹以前，我们再检查一下，有一些肥油的话就把它抠掉。然后那个腹膜不用剪掉没关系，因为你等一下会塞餐巾纸进去，它如果还有一点点水分，它会全部都被吸走。好，我们现在来包裹。那鱼肚里面呢，要塞餐巾纸，尽量要把它塞满，不要省。主要的目的呢，是吸走多余的血水。然后避免它那个鱼肚跟空气接触，但你也不要塞太多，差不多的量就是差不多就是本来它内脏该是多少你就塞多少那样的空间就对了，让它那个鱼腹的部分还是可以密合起来。好，我们纸巾包起来，没有什么诀窍，就是不要有鱼露出来就好了。全部都要包紧，觉得不够的话再多包一点。包好以后，你就要放进一个大塑胶袋里面。然后你这个塑胶袋它要够大哦，你装进去之后，空气吸走以后，你还有空间可以摆。那如果你没有这种大塑胶袋，你可能就要用真空机哦。然后我们就用这种软管。把它插进去，然后手抓紧就开始吸。好，吸好了，你就旋转个5、6圈，然后绑紧。绑紧之后啊，就可以放进冰箱开始熟成了。我预计这个鱼可以熟个6天到7天。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那切开之后就下次再分享了，记得要订阅哦，拜拜。